就我终于可以穿上盔甲在战场上驰骋了。第一次演一个这么刚的角色，我觉得舍不得，我舍不得谢峥那套盔甲，我觉得我还没拍够。通过这些角色，我慢慢的自己也会了解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成长。才想验证，从重中逃难至此。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你当时拿到剧本，了解完谢峥这个角色是什么感受呢？第一次拿到剧本，其实我看了前10集嘛，它整个剧集的节奏会比较清晰一点，因为前期是被女主捡到了嘛，女主又是一个杀猪娘。我杀猪养养，姑娘有什么想要的心愿？可往大了说，养个20-30头猪，再往大了说，那就100头。所以他会说一些比较搞笑的话，然后我们之间互动也会比较活跃。但后来我再往后看之后，我会发现其实谢峥这个人物身上是有很大的反差的，因为他前期在大家的认为当中，他是一个杀伐果断，甚至说有一点冷血的人。但是他遇到了女主之后，他因为女主跟他的一些相处，从女主身上看到了他善良质朴的一面，谢峥也由此被女主所感化，被软化。他身上的家国的责任啊，或者说为正义伸张的这些理念啊，会越来越的激发出来，它形成了一个比较立体的角色。所以其实他们也是互相融化了对方。没错，互相成就，互相助力对方成长吧。而且感觉谢峥这个角色前后的反差也会非常大。对，他的观念会有大的变化，然后他对于具体的事件啊，或者说具体的敌人的一些态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他舅舅，他前期可能以他的性格，他舅舅做了这么多伤害他的事儿，他会一刀把他舅舅给杀了。但是到了后期，经历了这么多人和事儿之后，他会觉得舅舅毕竟是舅舅，惩罚他的同时还得留一点生路，他变得更有人情味了。那你觉得这次拍摄下来和以往拍古装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和突破吗？我第一次演将军，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就我终于可以穿上盔甲在战场上驰骋了。这一次，我觉得跟我以往的古装角色最大的区别是，我拿起刀剑打戏打了非常多，第一次演一个这么刚的角色。大家都说张凌赫每天在我的首页骑马，是啊，对，好像拍了好多这种打戏，就是骑马的戏和打戏好多骑马的戏，带领我的将士们征战沙场的戏。第一次演将军嘛，演下来对这个将军的身份感受怎么样呢？很爽，很爽，终于有那种一人带领1000万军马击败敌军的感觉了，成就感是非常有的，驰骋沙场那种感觉。没错，我看到你当时好几场路透，真的是那种威风凛凛，就是有点类似于织机岭，对对，织机岭那个造型，骑着马那个出来。是因为我跟曾导都是游戏爱好者，然后那有很多共同语言。游戏里面很多的造型我们会认为比较酷，所以说当时那个造型也是我跟曾导在定妆的时候商量了一下，说哎，这个造型很有气势，在古代其实也是象征着将军归来的一个寓意嘛，所以说那就用，大家好像也没怎么用过。当时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很惊艳，就是以往古装剧里面没有试过遇到过，对，没见过。那你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说最期待谢峥的一场名场面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是刚开始出场的倒在雪地里的那一幕，和倒在雪地之前他被乱军砍伤逃离从河里面出来的那些戏。那当时拍那些的时候感受怎么样？跟我想的一样，想的一样。而且有惊喜的地方是，我出场那场戏埋在雪里面，我以为只是说一个特别帅的镜头，然后怼到我的脸，他躺在雪地里面，结果拍的时候曾导把我整个埋在了雪里面，我也第一次被就是整个被埋在地下，很有感觉，会更有实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我自己的感受会更加真实，画面里呈现出来也会更加有冲击力。我以为只是那样一个镜头，结果曾导说你试试嘛，然后我就直接进去了。谢峥他是有很完整的这种成长线嘛，前后反差很大。那你在表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的设计去呈现他这种成长吗？我其实还好，顶多就是人物关系上面前后态度得有差别。你面对同一句话、同一件事件，你前后人物不一样了，就会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更多的小细节是在我的妆造上面。谢峥是我所有的角色里面受伤最多的，通过他的妆造的受伤程度就可以知道谢峥处于哪个状态。对，我看到好像有个下水的戏，那是全剧最初始的时候，是他被剪的时候吗？他被剪之前啊，被剪之前，被剪是第一幕，但是这个落水是被剪之前的闪回。所以就这个剧一直在受伤，也有对，一直在受伤，一直在疗伤，背上被拉了道口子啊，脸上被打了一拳，嘴唇被咬破了这种。他因为他的跨度很大嘛，你之前也有在古装剧里面演过这种跨度很大的角色，有杜华年。那像演这种跨度很大的角色，尤其是演到后期成熟的时候，是如何
去把握他这种状态呢？人物关系、对待事件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角色的年龄也好，角色的成长状态也好，最大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你对同一件事儿，你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吧。就比如说谢征在后期对于舅舅他会比较有人情味儿一点，但在前期他可能谢征就是不会太搭理舅舅，而且对于舅舅这些事儿他会杀伐果断。在这种很年轻的阶段的时候去演这种跨越自己年龄阶段的状态，如何让大家相信，然后觉得说不是在故意扮成熟呢？还是得从自己出发，你从自身去找到自己内心和这个角色的契合点，然后再从这个契合点散发开来。如果我真的是我自身都不认为这个角色会做这种事儿，我再去演这样的一场戏，它是不成立的，在观众看来也会很假。所以说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从我自己内心去发掘，我张凌赫在面对这件事儿的时候会怎么做，然后通过我这个答案再去衍生说，他如果年龄上去了，经历这么多事儿，他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他这个角色是有点杀伐果断，而且是喜形不于色的。他可能没有情绪那么张烈的时候，如何去把握他这个状态呢？我会觉得一句台词你怎么去说，它的度要控制好，这是最重要的。它不是说喜怒不形于色就是没有情绪，是的，一句话怎么去把它说的有力度，最重要是节奏，而且跟对手演员的配合也很重要。然后我看你之前有个演讲里面说，就是过去因为你是比较理科思维嘛，但是觉得说其实看剧本是需要这种感性的思维。那你觉得说在这次看剧本过程中，过去的这种理科思维和感性思维有过打架的时候吗？会有交错，算不上打架吧，因为理性思维可能是帮助我去读懂这个整个故事的脉络和逻辑，感性思维会针对具体的情感去让我去理解他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然后再去合理的表达出来。所以说更多的时候理性跟感性是相辅相成的，不会有打架。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融合起来，把它融合到我的角色里面，让我去更好的完成这个角色。那有没有哪些戏份是觉得说很调动你的感性思维的？在闪回里面，在我成年之后的梦境里面，看到我妈妈和小时候的我在那个房间里面吃桂花糕，然后就因为我小时候的我吃了桂花糕，我妈妈上吊了，那种戏会比较需要我去调动我的情绪。而且当时拍摄的时候，我记得是第一次见我妈妈，也是这个戏刚开机不久，所以这时候我就特别的需要去用我的感性思维去把剧本里的一些情啊，或者说小时候的一些画面脑补到我的脑海中去，然后再把这个情绪调动起来。还有什么这种戏份是演的过程中是有这种心得的体会能展现出来的？我跟曾导还学到了挺多的啊，学到什么？曾导他是一个特别会拍氛围感的人。哦，对，一场戏怎么去展现它的压迫感，可能并不是说你台词说的多么有力度，而是整个氛围感。这就是我从曾导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拍了一场我跟太监对峙的戏，全程可能没有几句台词，但是就是曾导他的镜头和他给我的一些肢体上的调度，让我觉得谢征每一步都在往太监的脖子上架刀，有这种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没错，没错。马上要告别谢征了，想对他说点什么呢？我有点舍不得，我舍不得谢征那套盔甲。拍到现在，虽然说打戏拍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拍够，还没拍够。我是第一次在这部戏，我觉得我每天拍打戏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今天又拍打戏了，好爽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爽的点是在哪？这一次，这会不会跟就是男孩子喜好有关？男孩子喜欢舞刀弄枪，当上将军那种荣誉感。我觉得这些年，我就是通过这些角色，我慢慢的自己也会了解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成长。那曾导拍的时候，他是会跟你们调吗？就是说，哎，要怎么样？会，而且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他还会说，来，你把手往上一点，你再往下一点，嘴再那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是和当初想象感觉反差非常大，体验很不一样的呢？有一场我跟女主醉酒之后一起洗澡的戏，我以为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木桶的浴缸，或者在里面拍一些那种就是缠绵的戏嘛。结果曾导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东北那种浴场的超大的一个浴池，然后我们在里面像打架一样在那边拍那场戏。打架的这种缠绵戏吗？对，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对，那你们当时在拍的时候感受怎么样？既紧张又刺激吧。既紧张又刺激。不知道曾导下一秒会 Q 我们干嘛啊？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当时他 Q 的让你非常吃惊的那种，或者非常意外的那种？他每 Q 一个都让我非常吃。Hello， 神剧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在《逐狱》中饰演的是谢征。我又来了，好像每部戏都来哈，是神剧亮的老朋友了，大家可以多关注神剧亮了，因为神剧亮呢有帅哥美女。当网友们知道张凌赫来演《逐狱》的时候，都在感慨内娱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主进入到国偶剧？对此，凌赫本人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对啊，就进入了嘛，就这么水灵灵的进入了嘛，逃离了2年的横店，突然又回来进入了嘛，带着谢征回归，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小说里对谢征的好看有很多很细节的描写，比如说清月新雪般的容貌。我在想这个词儿，清月新雪般的容貌。没事，还继续。当时常玉把你捡回来之后，常宁还说好漂亮的大哥哥。林鹤觉得自己这一次还原了谢征的多少美貌。我尽力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谢征的身上，具体还原了多少美貌，这得问曾导。那更多的就等着大家去剧里面检验吧。没错。你有分享最近正在健身，大家也很直观的感受到了。所以说这一次是为了角色一直在坚持健身吗？有，我在家里面布置了一个健身房，有空回去就健身、举铁或者做有氧，因为演的是将军嘛，需要自己稍微壮一点、精壮一点。那你感觉怎么样？对自己的健身成果满意吗？有啊，健身不只是为了角色，为角色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可以通过健身来舒缓一下心情，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我健身开始有这个动力，其实是因为接了谢征，知道谢征是一个将军之后，我就开始把自己往谢征这个角色上面靠。我们谢征是武功盖世的武安侯，因为征战沙场的戏份非常的多，身上的盔甲是不是很重？是挺重的，我估计有一个20-30公斤吧，40-50斤的样子。从第一次穿上盔甲到可以熟练的穿着盔甲去拍戏、去背人，林鹤是怎么做到稳稳 carry 的？习惯就好，第1-2次穿上去真的不太习惯，太重了，后面就穿久了就慢慢的习惯这个重量，就会好一点。但是也体会到了古代那些征战沙场的将军的不容易。后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穿着盔甲来拍打戏，感觉怎么样？感觉很爽啊！我自己非常愿意演这种将军的角色。作为男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打打杀杀、带领将士们驰骋沙场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爽。我们作为观众也非常想看，是吗？前2天在片场有一场拍着打戏，你的盔甲掉了，然后鞋也掉了，网友们都说倒霉熊怎么还有续集啊？这怎么是倒霉熊？这说明我们剧组打戏是实战的，实打实的，拳拳到肉，所以说才会把盔甲打烂或者说打坏。大家可以去戏里面验证一下。那个盔甲是后面故意做的战损甲的感觉吗？不是故意做的，是因为真的是那一套甲一直穿着它征战沙场，所以说打打杀杀总会有些破损什么的。鞋掉了的时候，内心的 OS 是什么？鞋掉了，该死，怎么又掉了？网友们都说你是天选谢家人，从谢薇到谢征，2位古人都是很有角色魅力的。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谢征要比谢薇更幸福一些？我不觉得，其实如果论家世和身世来讲，其实各有各的惨，但是谢薇会比谢征更加成熟深沉，因为他是文臣嘛。他更有谋略，更有城府一点。谢征会比谢薇更加有少年感，两个人对待身世的悲惨反应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你要真硬比两个人谁比谁惨的话，我觉得都是大差不差。但是到了后面都是很幸福的，最后都有一个好的结局。怎么感觉林鹤一眼姓谢的手总是受伤？手受伤。如果受伤还是谢征受伤更厉害一点，40集可能有30集都是受伤的状态。这个谢征战损每一帧都是神级镜头，那他是不是你演的古装剧角色当中负伤最多的？是，没错，因为他是个将军，天天打仗，然后这个曾导又特别爱给我加血，所以说我在这个戏里面，我感觉是我拍过这么多所有古装里面受伤最严重的一个角色，不只是吐血，就脸上的伤妆，然后脸上伤的真实程度，加的血的血量都是最多的。一开始看到自己的伤妆，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嗨我也挺嗨这个的，越伤越能体现我打仗的壮烈嘛，那种英雄的勋章的感觉。对啊，没错。那林鹤来形容一下谢征的武力值，我就大言不惭的用成语吧，风狼居胥，可以吧？大家不要骂我哈，我只是夸大其词的形容了一下风狼居胥。你之前有在微博上发过？对啊，我有发过，就是很厉害嘛，他可以以一敌百，可以带领一支很精锐的部队，但是人数很少的部队去打掉敌人很大的一个军队。谢征在剧里面有很多好看的发带，对他来说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聊聊这个设定？发带一方面是象征着上战场征战的将士，一方面其实是象征了我跟樊长玉的一条感情线，因为发带其实是一直系着我和樊长玉的，系着他来找到我，系着我们的感情一直没有断过，最后也是通过发带在众人面前定了情。那在谢征这么多好看的发带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条？为什么？我喜欢那条蓝色的，那个明场面接发带那个，因为颜色很好看，就是那个在众人面前接发带那个发带。把发带缠在手上是你的设计吗？是我的设计，本来剧本上写的是缠在头上，但我觉得太多人会去缠在头上了，有没有其他特别的方法可以去展现一下？那我就缠在手上吧。谢征
征是一个很复杂、很立体的角色。剧的前期我们把它概括为田园爱情线，那后面是权谋复仇线。你自己的话会更喜欢哪条线？为什么？我喜欢战争线，我喜欢上阵杀敌的线。虽然说上阵杀敌大家看起来好像比较累、比较苦，但是我真的每一次拍打戏我都非常开心，因为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男孩子的乐趣，你知道吗？就像男孩子握上枪有一种荣誉感，我上战场拿起刀，我也有一种荣誉感，感觉可以保家卫国，把敌方都可以干掉的那种成就感，就油然而生在心里边。我看到粉丝在超话里面说，熬成了军嫂就是因为谢征一直在打仗但其实林鹤本人很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我真挺喜欢。又拍打戏了啊，我挺喜欢的。大家说谢征的征就是征服感爆棚的征，对此林鹤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说的没错，就是征服感的征。那你觉得谢征的征服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Everywhere， 每一个地方都有。对于敌人的征服，对于那些从小看不起我，但是又被我踩在脚底下的人的征服。很多人都想让谢征死，很多人都想让谢征出洋相，很多人都想打败谢征，但是一次都没有。谢征一定不会输。谢征一定不会输，姓谢的一定不会输。一开始谢征对常玉的感情是克制的，从克制到覆水难收的转变是什么？前面因为我会害怕拖累常玉，我的存在会让常玉跟常宁受到牵连，但后来其实经过了一些事情，我发现常玉的身世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也抱着一个要帮他去解除身世之谜这个心态，跟他走在了一起，我们俩共同去解开这个秘密。后边感情渐浓是因为我通过这些事儿，我发现了常玉心中也是有大义的人，他不仅仅是善良质朴，他也有身上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正义感，也是吸引着我跟他感情渐浓。这一次在剧中和严屹宽老师有很多对手戏，感觉如何？知不知道他有一个天涯四美的称号？我知道，我还合作了乔振宇老师嘛，也是天涯四美吧。只是严屹宽老师是一个我见到他之后是跟在网上看到的他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非常义的搞笑男，这么说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他有非常多的梗，我跟他虽然说在拍打戏，但是每天拍的都很快乐。在剧里面你们两个人也是对立的存在吧？既对立又在一起，因为是亲舅舅，又因为一些事儿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吧，所以说他打了我108鞭，跟我断绝了亲子关系，但是我最后也没有杀他，但是正义还是得放在第一位的。那林鹤心里面属于谢征的角色进行曲是什么？谢征的进行曲啊，就是那首歌，不知道怎么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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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是吧？就是这首歌。一生又要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繁华。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首歌。如果给谢征创建一个微信账号，为他起一个微信名字，一句话自我介绍，并上传一个头像，你会怎么做？自我介绍，上传头像，昵称可能就谢征吧。本名上传一句话，不要加我的好友，头像已注销。就是这么一个生人勿近的人，高冷。林鹤除了说普通话的时候很伶牙俐齿，讲无锡话、韩语、泰语都感觉暂时进入到了语言系统混乱模式。这个小赫赫在爆改多邻国，你知道这个梗吗？什么意思？多邻国我知道，就是因为林字的谐音，多邻国里面发音都很标准。你在说泰语或者无锡话的时候，就感觉舌头在打结。哪有？我说挺溜的啊。萨瓦迪卡，翻球台。你说的很溜啊，我学了半个小时呢。你说我说的不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的。后面有没有什么很想苦练一下的语言或者方言呀？哪种方言？学个。上一次直播你讲无锡话也很害羞啊。无锡话我是真不太溜，因为我好久没讲了。我具体去学粤语吧。哎，我真觉得粤语挺好听的。但是经历了蒋强熙这么一个角色，其实粤语稍微有一点点了解，但是还不是会特别溜的说出来。有机会可以学一下。作为一个线下 I 人，线上艺人，想问问林鹤每一次是怎么样发出这么有趣的回复的？如果像你一样成为一个清新脱俗的梗王，好多人问我这个，因为我是摩羯座，摩羯座就是懂的，不是很有梗，就是腹黑，怎么形容呢？那也就你们回去一搜搜就行，你悟一下。千辛万苦绞尽脑汁，不如小赫赫灵机一动。没事，这个摩羯座的特性。海外有一个很好玩的投票，这个春天男朋友被女朋友冷落的原因，50%以上的投票都投给了何苏叶。那张哥承不承认何苏叶的苏改天成？承认，非常承认。那你觉得谢征苏吗？苏的话，苏在哪里？当然，何苏叶的苏在温柔，谢征的苏，我觉得是苏在
荷尔蒙，不管是他对待敌人的态度，还是他的杀伐果断，还是他在战场上的骁勇善战，处处都透露着他的荷尔蒙。那未来还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治愈宝藏又充满肤感的角色？会啊，我还是很喜欢演这种角色。前段时间也在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想演的角色，我说过我想去挑战更多的一些职业，其实就是在现代戏里面去体验不同的角色嘛，律师也好，警察也好，其他的职业也好都行，在我的 list 了。想问问林克，在30岁之前能不能再奖励给观众们几部现偶？30岁之后也可以演啊，只要大家不嫌弃的话，我没问题了。怎么？你在笑什么？能，当然能，30岁之后也能。我的意思是能，当然能。那我们也很期待一下你的其他尝试。行，期待一下大家。如果说可以选择3样食物，不考虑热量，你最想吃什么？不考虑热量，那肯定是高热量的。米、面粉、葱油拌面啊，大白馒头啊，反正油炸的一切食物。网友们说张凌赫没有完整的逃出过横店1年，对此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是啊，差了几个月。我不想回应这个事儿，我觉得回应这个事儿，我下个戏又得栽在横店了。没事儿，我非常开心，我现在就是待在横店，怎么办？你有本事把我弄出横店去，你有这个能力吗？那这一次杀青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杀青之后最想做的事情。留在横店，我就待在横店，乖乖的待在横店，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待在横店上网，看看电影。最建议大家在这个春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希望大家可以有空多锻炼，马上夏天到了，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和体态。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刮刮乐。刮刮乐有奖的是吗？奖不会是那种奖励我拍2张拍立得吧？拍好看的拍立得是林赫应该准备的福利呀。哦，都这样了，现在已经是选几张刮还是全都刮？全都刮了太多了，选5张吧。5张，好。什么意思？什么样才算中奖啊？这个算中奖了吗？算呀。怎么算中奖？我刮开了它旁边的中奖头像，如果刮开谢征就是5倍惊喜。5倍惊喜，中奖了呀！啊，这是一张5倍哈，5倍。上面有没有说让你来执行任务呀？请执行专属任务，有一个2张，请执行专属任务。哎呦，这张没有专属任务，但是有5倍。哎呀，这张又没有专属任务。你自己有买过刮刮乐吗？我买过彩票，从来没中过奖。这张没有5倍，但是有请执行专属任务。4张5倍，3个任务。这个是给你的。哎，谢谢你也真的很行。这个算一个5倍啦？这算1倍。哦，这算1倍，你不会给我5把扇子吧？那我们先执行任务，执行完任务之后一起给你。行，没问题。给网友们提供一个谢征男友视角的拍照模板。OK， 那就借助这个吧。再换一个姿势。那我们在这里也送出为你准备的5倍惊喜。你说，泡面啊？哦，这是咪咪豆吗？对，就是那个巧克力豆。哦，我喜欢吃这个。你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是用你的头像定制的。真的假的？真的，不好打开是吧？没事没事。哎呦，特别怕它化了。那有我的表情包做的一面，有的是爱心，有的是字儿，谢征健康开心，是吧？谢谢，我很喜欢这个，我都舍不得吃了。我也是。另外一盒也是一个小祝福，是用你的头像做的，带回去品尝吧。张凌赫888啥意思啊？张凌赫发，这个可以算5倍惊喜吗？算。最后再兑现一个惊喜，你在戏里面不是有一个道具是海东青嘛？那我也准备了一个平替。平替？你海东青统一吗？一般谢征会怎么跟海东青说话呢？一般我不会跟海东青说话，都是用肢体语言来命令他的，比如他就飞走了。他这个不会飞，你这是在虐待小鸟？怎么是虐待小鸟？这是我们相处模式，从小就习惯了，不是虐待，他享受其中。你会怎么样对海东青下达指令呢？下达指令可能这样吧，然后让他走可能是这样吧。剧里面跟你互动的那个鸟是什么样的？我们剧组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海东青，它是通过像那种提线木偶一样的东西控制的。请大家多多期待谢征，也请大家多多关注竹玉，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部不一样的作品，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神剧亮了。接下来你还有没有什么小愿望想要实现的？到时候竹玉开播的时候，请爱奇艺各个绿色头像的号多发几条啊！如果有比4股评更多的股评，请多多来，多多益善，谢谢老板。谢谢。不是跟他说你没晒法那种，说这样你不是说不想。我的意思是，就是在这儿来展现关心这些东西，有点跟这个节奏不太对，就很紧急的，他要去搞定县令，这是第一至关重要的事儿。
节奏应该在他那个线力这儿，他过来直接踢上，然后就亮那个录影了。行，好，可以，好，有一口血就会吐，不然那个血吐的太突兀了。谢尊大人，玩笑开的有点太大了吧？严正录影在此。